受伤后，速度变慢了。趁现在，胡老大！两仪分日月，太极归无极。还没死透，赶紧补刀！连七宝妙术都到了，也就是说，尊体圣人来了。妄造杀孽，扰我灵山清净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玄黄塔，太极图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是他。尊提师叔，元图剑残片在此，足以证明金蝉就是操控元图剑引发海眼之乱的罪魁祸首。事关海眼劫难与天下苍生安危，还望圣人严查，切莫被金蝉这个心术不正的鸡鸣弟子所累，污了圣人威名。尊提，你敢当着三教的面杀人灭口吗？大法师，小法师，太清师兄真是收了2个好弟子。我们被圣人的力量逐出了灵山。既是列图生事，吾自当施以惩戒，让他为我西坊教大兴献出法身。今日之因果，随着列图消逝，一并了断。圣人的力量好恐怖！那位玄都小法师真厉害，竟敢打进灵山，落圣人面皮。倒是不知他和玄都师兄有何渊源。此生死。道友曾说，未成圣者，在圣人面前，终究是蝼蚁，不可大意。道友亦要珍重自身。他认出了我，多亏道友将那金蝉绳之以法，以感激不尽。是我失手，未能彻底斩杀金蝉。圣人神通高深莫测，绝非凭借至宝就可战胜。况且，你已然将金蝉打回原形，几近身陨道消。他即便恢复元气，也要上万年。西坊教想让金蝉转生成取经人，以西游之势大兴西方，只怕也要等万年以后了。文静，潜伏待命。都杀到灵山了，还要潜伏？水神想叫我做什么？这差事越来越刺激。哪怕有功德保持温养，也没有丝毫生气。萧金蝉彻底废了，道门这是要毁了我西坊教大兴的机缘。如今道门已至巅峰，
往后必是由盛而衰。见证这般强大的道人渐渐淹没于洪荒的尘埃中，岂非幸事？二师尊，机缘虽散，但因果未定，弟子尚有转圜之法。谛听，谛听，聆听万物心意。主人，找到了。灵山一战虽未能斩杀金蝉，但亦震慑了西方。长庚爱卿辛苦了。此次海眼被破，龙族死伤惨重，终究是小神谋算不足，请陛下降罪。爱卿已尽全力，何必将罪过包揽于自身？若要论罪，此战罪在妖庭余孽祸乱生民，罪在西仿教仗势欺龙，更罪在天庭势单力薄，给不了可用之力。陛下，不久后，吾便会去下界历劫，届时天庭事宜会暂交王母处置。如今天庭刚刚步入正轨，又有妖庭在旁虎视眈眈，陛下此举无疑是将自身与天庭置于险境。小神斗胆，您可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？果然，瞒不住爱卿。海眼破开之时，按天道之意，必须由龙族以命取天。哪怕龙族已归顺天庭，却还是得不到天道的垂怜吗？天庭本应顺应天道，但吾以功德金身镇压海眼，违逆天道，自当受到责罚。可陛下此举，庇佑了无数生灵，如何能……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天道。连玉帝都无法撼动天道吗？历劫一世，便是100年。陆压早知化傲天乃吾之化身，而且他是妖庭太子，熟悉天道规则，下界之事瞒不过他。100年内，妖庭必有所动，天庭唯有快速壮大，方能震慑群妖，令其不敢再生反叛之心。陛下所言甚是，眼下天庭要强大，就必须先强兵。说得好，今日你我不论君臣，好好聊一聊这强兵之路。昊天私自动用功德金身填补海眼，必会被罚去下界。上次道祖红军拦我，是为保护昊天，而今昊天将暂离天庭，正是妖庭举兵伐天的大好时机。东西何时能练成？尚需100年。100年？那时昊天早已归位。不行，此物关乎伐天大计，必须设法尽快练成。西仿教地藏前来拜会陆压太子。地藏，你怎知我在此地？难不成西仿教一直在跟踪我？贫道在3000世界及5部洲游历多年，自有寻踪之法。殿下，此人应是西仿教结阴圣人最为青睐的那位弟子。据说他为感悟天地、亲近众生，遂踏遍3000世界，游访5大部洲，最终开悟明道，修得无垢道心。西仿教派他过来，只怕所图不小。太子不必如此戒备，贫道此来是为接替金蝉师弟与妖庭商谈合作事宜。
我灵山需要借妖族之名义，以报天庭道门所辱之恨。我与西方教的合作，并非互帮互助，而是各取所需。要让妖庭冒着被多方势力针对的风险，灵山能给什么？太子记挂的那件东西，贫道有一法，可助其早日炼成。千米屋悄没声的就死了，还啥都没查着。再整下去，咱六道府的屋全没了。你是说找天庭水神？与陛下促膝长谈，总算完善了招兵计划，但高端战力空缺仍是大问题。咱来找长寿，也不好吓着他的同门。头套。乌牛乌马，他们找我干嘛？此事不宜惊扰门内。长寿，你牛哥，嘿嘿，咱这次来是有事相求。六道府有难处，元帅尽管言明。只要力所能及，我定斟酌而为。力所能及后面，不应该是全力以赴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巫族肉身强大，连修罗族的毒都能硬抗，更别说生病了。但最近常有巫莫名死去，蹊跷吧？修罗族一直与巫族打仗，这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所为？你们人教大法师刚虐了那帮杂碎，他们现在还泡在血海养伤。我们本打算乘胜追击，却不想出了这档子事，只能休战。我们此来是请你拜托水神，去跟天道求个情。元帅认为是天道在施罚巫族。这事说起来老尴尬了。巫妖大战时，祖屋共工撞破不周山，致使天柱倾塌，天河之水泛滥成灾，祸及众生。天地间满是散不去的冤魂。我等追随后土娘娘入六道府为巫族赎罪，也不知这些年有没有还清。天道施法，陛下应当知道，但并未听他提及。此事只怕另有蹊跷。不过，六道府的巫实力强悍，若能收编他们，正可弥补天庭高端战力的空缺。两位放心，我这便告知水神，得去六道府走一遭了。做兄弟，转生不避己。六道府欢迎水神。我已切身感受到巫族似火般的热情。我已请教过玉帝陛下，六道府之事并非天道降下的惩处，不过陛下对巫族颇为关注。命我彻查到底。这回妥了，判官大人从没夸过人，
连夸您城府深沉，诡计多端。我说的是，水神足智多谋，动手前就胸有成竹。请。那桥也有巫出事了，快！如水神所见，这便是巫族现在的情况。看来，巫牛、巫马先前都是强作幻想。巫族的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，没有外伤，也并非病症，这些都是突然就死了吗？我们排查许久，未发现异样。这才将其归于天法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？最先出问题的是哪些巫？约有月余。最初只是些寿元将尽的巫，但后面死的远未到人书生死簿中记载的寿数。此事确实透着诡异，眼下只能一个个排查了。诸位，请检查一下六道府的水源、食物以及制衣材料，可有投毒迹象？出问题的是整个六道府，要覆盖如此大的范围，只有阵法。六道府内可有阵法痕迹？可否带我去看一下那些巫的死亡地点？这些路线看着并无规律。这里怎么会有精魄？阵法确实不在六道府内，而是在外面。那些巫的精魄经由地脉，被阵法吸到了别处。我进去探查，这里便交由各位了。已遵照您的吩咐，在地脉设下诸多禁制，严防外敌闯入。这条地脉是唯一一条连通六道府所有地脉的主干，巫族精魄也都归于此脉。沿着它搜寻，定能找到问题根源。地脉中怎么有一股奇怪的道韵？这里被改动过，似是接续了一段新的地脉。这是引导神识探查的禁制，方才那股道韵是故意放出去的。五行之力，用不了五行遁法。地脉是唯一的线索，无论如何，必须在它消失前到达终点。竟又接续了这么多地脉，如此大的工程量，足以证明此事非同小可。
到了，这么多巫族精魄，幕后黑手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啊！神识被隔绝在外，看不到阵内，如此，便只能借太极图一关了。 这是陆压的地盘。用巫族精魄熔炼，速度比以往快了数倍，距离成剑还需数倍。有噬天剑在手，便可无惧天道之力，破开天庭各大天门，杀入凌霄宝殿。 主人，水神来了。